可能我直播的时候进来问我2件事，就是一件小吴，你吃东西老是看我干嘛？你不是说我吃东西的时候看着你比较有成就感？哎，什么？说啊！能不能把关注点都放在我本人？对呀，第二个问题就是本人呢，放在我脸上，好不好？挺好看的。做自媒体的当中，有去找过工作吗？没有。你是觉得那时候自媒体都赚钱？对，那时候还行，而且当时觉得自己拍的内容足够有趣，当然能获得快的同时，我还能赚钱，那我为什么还要去找工作？因为很多人会给自己留个后路嘛，只是把自媒体当副业这样。是的，所以我觉得，如果当时我能找份工作，然后现在一直上班，那我应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。你第一份工作是什么？新媒体公司。哦，也没有做英语相关的东西。没有，然后就是做南京美食类的账号，他们只缺一个美食类的账号，然后就说你要不要来做，我就说试一下吧。然后美食类的也不错啊，天天可以吃东西，然后上班就吃喝，然后拍视频就行了呀，就试试吧。然后其实当时做的还行。我感觉你的性格应该有点，就是走一步看一步那种，是不是 ？INFP 人是这样的，计划做的少，就是我。可能有一点，我就是那种眼高手低的人，就是我想象的东西很多，但是让我去操作怎么实践的时候，我自己能力其实不够去做我想做的东西，所以我常常就是半途而废。对，就是眼高手低吧，可能。你平时会健身吗？就是怎么说吧，健身6年，归来仍是儿童身材。你对另一半的身材有要求吗？当然希望是好的，要好到什么程度？隐隐约约的最好有薄肌。搏击，最好是。南京谈恋爱也很难吧？南京其实说是全国大学最多的一个城市，但是每周出来玩的时候看都是那几张老脸，怎么回事？大学生到底谁在南京？那他可能是另外一个朋友圈，他们是对，可能就是因为南京大学城都比较偏远，他们过来可能也不方便，费劲儿。他们可能那你就是只活动这个区域？没有，我活动都去新街口那块。新街口有什么好逛的？都不是商场吗？就是纯 K 类似的这种，差不多吧。所以你很爱唱 K？ 是的，我每周必唱。你可以一个人去唱 K 吗？不可以，我不需要听众，我需要有人在下面为我挥舞着荧光棒。所以你去唱歌是麦霸吗？我觉得算是。你如果一直唱，然后还顶歌，然后你唱的又难听，我真的会骂你，我会生气。哎，也没有真生气了，就会在那个。假装生气，就是你唱这么难听，赶紧给我放下。我一年要唱100次歌，估计。刚进社会的大学生，你会鼓励他做自媒体吗？好难的问题。你现在感觉自己有一点美貌，有点才华，你可以做，但是因为我觉得自媒体是玻璃饭碗，就是它一碰就碎了。你至少找一个稍微结实一点碗捧着，除非你做到财富自由了，那你随便怎么说。你现在焦虑吗？挺焦虑的。你焦虑什么？在想以后要做什么？那你以后要做什么？如果自媒体不赚钱，朝你螺丝去。我觉得做这种流水线的事儿还蛮有意思的。我现在觉得我的眼界其实没有那么高，因为我这么多年做自媒体，很多时候是在家里做的，所以我看的东西不一定有外面在大家上班的人多。其实你接触社会时间也不长。对，所以我其实算是有一点点跟社会有一点脱节的人，有的时候想法会比较幼稚。你说你是最看重一个人的底色就是善良。你是被人伤害过吗？就是做自媒体的，可能多多少少都会经历过网络暴力这件事儿。但是我因为可能经历的比较多，比较重。要说了吗？说什么短呀？所以大家不可以再提那件事了。就是可以提，但是不要老提。就是对，一直。对，可能我直播的时候进来问我2件事，就是一件小吴，就是能不能把关注点都放在我本人。对呀，第二个问题就是本人呢，放在我脸上，好不好？挺好看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是善良的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挺善良的一个人。虽然一开始被那些网络暴力的时候，我会去跟他唇枪舌战，后来我越来越和解了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，然后也都可以有。然后这才是社会，
这也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小社会。那可能你出来的真实的社会比这个更复杂，就是更混乱。我才接受这点小网络暴力，我破防了，那我不是更没用了吗？那怎么昨天突然发了那条视频？因为已经消停了，可能有几年了，感觉就是几乎已经没有人问了。但这段时间每天就是特别多，这2天本来是想着就是如果没人提啥，我就再也不说了，因为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，就不说了呗。那我希望就是以后我再不提这个事儿了，你们再跟我问这个事儿，我也再不回应了。因为你也是受害者嘛。是啊，其实我觉得男生这种事情都蛮正常的，其实。对啊，对啊。其实网友有的时候是拎不清的，其实也不是非要看他，其实就是故意恶心你。对他们就是想要找一些个自己的本身的存在感，所以我现在是完全和解了这个事儿，别人怎么说，那个都无所谓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做的不好，有给自己设一个时间吗？大概就是今年啊，这么快？那马上还有半年啊。25年可能是做自媒体的这么多年里面，第一是流量，第二可能是收入就是最低的一年，然后26年更是，就是今年最后一年做这一行就是没站住脚，可能真的已经不能 cover 我的生活了，那我就找个班上，或者真正想想有没有什么可以创业的，是这么想。那你半年的话，那很快嘞，一眨眼就要到明年。我会给自己说，半年还有6个月，还有这么长的时间。你是有这样的想法的？你是什么时候家里知道的？我很早，我15年。你当时是什么心态？我对我的家庭足够了解，我出生在一个比较满的家庭，开明的。对，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我只跟我妈说了，我跟我爸没有说的，因为我爸其实是会比较偏就直男，就非常直男那种。然后我妈也没有跟我爸讲，可能过了好几年，自媒体那时候有点起色的时候，因为我的账号也是做这种内容的嘛，就哪怕不跟他说，他也自己知道了。他们一直在关注我的每一个账号，就其实这个也是我压力比较大的时候，因为我知道这是爱我，但是有的时候爱又会形成很大的压力，我发什么内容都会被他们看到，所以其实我说实话，他们的爱有的时候给我也设限了。很多人就是问我，峰哥，我现在特别难受，家里完全不接受这个身份，我要不要出？我一定不会跟他说做你自己。然后他听了我的建议，真正去出了。然后他承担什么样的后果，我是不知道的。本身对父母来说也是一种道德绑架，你凭什么要他们一定接受？他们没有接触这个东西，你也不能一定要他们接受。他们不理解也是可以被允许的，所以我不能给大家建议。你纹身是什么？这个是 family， 这个是。你看过《哈利波特》吗？我看过呀。这个叫 Expecto Patronum， 就保护你的意思。后边还有一个类似于宇航员的东西。你最风光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 ？B 站那时候条就是你把弹幕打开就是看不到人的状态。你 B 站现在多少粉啊？25.5万现在。现在你开始要转型了。大家也要支持转型的你。好，那这期就到这边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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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